这祖传的玉佩显灵了。这柴胡才能卖20文，草血阶居然能卖3两银子。有了这个能力，以后我赚钱都变得简单多了。打不着猎物，好歹让我找几株草药，拿到药铺换2文钱啊，买个窝头吃。已经2天没吃饭了。哎，这柴胡看起来不错呀，拿到药铺说不定能给个30文呢。宋清河，你小子眼挺尖啊！赵铁柱，这是我找了1上午才找到的，你给我！妈的，你也配！小爷我瞧上了，老子先看到的就是老子的！顶嘴！我让你顶嘴，顶嘴！这次饶了你，再顶嘴，下次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普通柴胡20文一株。这是柴胡的价格，这祖传的玉佩显灵了。这柴胡才能卖20文，草血阶居然能卖3两银子。有了这个能力，以后我赚钱都变得简单多了。呵呵，这可是3两银子，太好了，非常完整。山药，这3根山药怎么着都得有2斤半吧。先去镇上把这些都卖了。野果10元一斤，甜口野枣10元一斤。清河呀，你这是又挖到什么好药材了？掌柜，你看看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啊，这是草血结呀，品相这么好，根茎饱满，没有虫蛀，可是跌打损伤的良药啊！这山药也不错，能入药，也能做药膳。掌柜，那这能卖多少钱？来，称一下这山药多少斤？草血结品相好，给你3两银子。山药有3斤，按每斤110文，加起来就是3两330文。多谢掌柜。不用谢，你这草血结确实值这个价。普通农户辛辛苦苦劳作1年，才能赚到这3两银子。清河呀，以后只要有好药材，尽管送过来，保准赔不了你。掌柜的，你放心，以后要有好药材，我第一时间给你送来。去粮店买些粮食回去，先吃顿饱饭。告辞。告辞。唉，等以后赚的更多钱，就把房子修一修，一个人也要把日子过得舒舒服服。宋清河，你给我站住！赵铁柱，你又要干什么？看什么？老子问你，早上那柴胡值20文钱，还不够我买壶酒喝的。你是不是早就发现了好东西，故意让我抢那柴胡的？赵铁柱，首先是你先抢了我的药材，再说了，我找的什么山货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还敢顶嘴？老子今天非收拾你不可！住手！不准伤害清河哥！你这个大傻子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赶紧滚，不然连你一起打！放开他吧。好啊，一个穷光蛋，一个傻子，村里的狗都看不起你们2个。我告诉你，赵铁柱，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任人宰割的宋清河了。你要再敢找我麻烦，我一定让你滚出这个村子。你们2个废物在一起还能翻天不成？我呸！阿木，今天谢谢你啊。没事的，清河哥，不用谢。这村里面啊，只有你一个人对我好，这是应该的。阿木力气大，人也靠得住。如果能跟我一起上山，什么值钱的宝贝都能带下山了。哎，阿木，你要不要跟着我干？咱们一块上山挖宝贝，我保证咱很快就能赚到钱，这样没人会瞧不起你了。清河哥，我只有一身的力气，不知道能不能帮得上你。这就足够了。你这是同意了？清河哥，我愿意跟着你。那说好了，明天早晨我们一早就上山。哎，来，这些粮食你拿回去吃，明天赚到钱再买更多的。好。清河哥，咱们接下来去哪儿？百年野参50两一株。清河哥，那坡下有什么东西吗？这坡下有一株野山参，我下去。哎哥，我有经验，这坡太陡了，要不我下去吧？行，那你小心点儿。阿木，你看你前面有像手掌一样的叶子，你把它轻轻扒开，应该就能看见根茎了。清河哥，我看见了，这根茎粗壮，你也太厉害了。你别拿手直接拔啊，用小铲子慢慢挖，
把周围的土都拨开，必须要保证根茎完整，断一根就不值钱了。青哥，你放心，我保证给它完整的挖出来。青哥，怎么样？阿木，品相完整，幸亏你挖得仔细。这次咱们可算是捡到了，肯定能卖不少钱。只要能帮上青哥就行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品相不品相的，你说好就好。那个，我们接下来往哪里去啊？再往里面走走，看看还能不能碰到别的宝贝。行。乌灵参价值300两。阿木，咱们这次可找着好东西了。青哥，那不就是个蚁穴吗？哪有什么宝贝？这乌灵参啊，就长在白蚁穴当中，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名贵药材。比我们刚刚挖的野山参还要贵吗？当然了，这乌灵参能卖300两，是那野山参的6倍。300两，我砍一辈子柴也挣不了这么多钱。青哥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就这么一会儿就找到了2样这么值钱的宝贝。咱俩一会儿啊，就去把那个乌灵参给挖了。你呢，把土给我轻轻挪开，我去挖它的根茎。好，我听说这乌灵参很软，会不会一捏就碎啊？它呀，只是看起来软，其实它的外皮很有韧性，只要你不故意摔它砸它就没事儿。哦，一会儿呀，你把这筐里给我垫上草，把它垫起来，别让东西压着。行，青哥，你说这乌灵参这么值钱，咱们以后能不能经常来挖呀？乌灵参要10几年才能成熟呢，不过我相信这山里肯定有比乌灵参更值钱的宝贝。行，青哥，我都听你的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半天就赚了350两，再多上山几次，1万两也很快就能赚到了。走。好。哎呦，清河，今天又挖到好东西了。掌柜的，我这次呀挖到了一株百年野山参，您看看。哦，根须完整，没有虫蛀，确实是百年参。我给你50两，怎么样？李掌柜，您的价格一直很公道，就按您说的来吧。这珍珠点这么多，药效一定很好。哎，对了，李掌柜，我这次还挖了一株乌灵参，不知道您收不收？哦，我开药铺30多年，这乌灵参也只在古籍上见过，没想到今日竟然见到真的了。而且这身体圆润，还带着白蚁窝滋养的温润光泽，堪称极品啊！连掌柜的都说这是个极品，那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掌柜的，您这么懂行，那这乌灵参不知你这医圣堂是否能收啊？哎，星河呀，不是我不想收，实在是这药材太贵重了。我们的药铺啊比较小，平常来这儿看病开药的都是寻常百姓，根本消费不起这么金贵的药材啊，实在是有心无力啊。青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哎，李掌柜，你这可有乌灵参啊！我寻遍镇上所有药铺都没找到，我母亲正等着乌灵参救命。你若是有，多少钱老夫都愿意出啊！张员外，你来的真是时候啊！这位小兄弟刚好带了一株乌灵参，你快来看看。小哥，你真有乌灵参？快拿来让老夫瞧瞧。张员外，您别急啊，乌灵参它就在这儿呢。极品啊，真是极品啊！我母亲咳疾缠绵数月，大夫说唯有乌灵参能补气血定心神，周边3县一无所获，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上了呀。张员外，这乌灵参可是百年难遇的宝贝啊，这也是清河兄偶然间在深山寻得呀。小哥，这乌灵参你开个价，只要能救我母亲的命啊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啊！张员外一片孝心，晚辈佩服。这乌灵参本就是治病救人的东西，它本身应该也就值个300两。张员外，如果您觉得这个价格合适，那就按这个价格。好，和我母亲的性命比起来，这300两不算什么。管家，拿钱。小哥，这是300两，你点点。我不用点了，我相信张员外不差这点银子。来，再取50两来。老爷，300两已经够了。这50两是感谢这位小哥的，若不是他以公道的价格出售这乌灵参，我母亲还不知道要受多少苦呢。拿钱。是。张员外，您这话就严重了。这乌灵参本来就是用来救人的，您这钱晚辈不能要。请小哥务必收下。一来啊，解我燃眉之急；二来，我也有些私心。我府上用药材的地方多，日后啊，指不定还会用上小哥的好药材呀。清河呀，张员外向来重情重义，
你就收下吧。那晚辈就多谢张员外了。日后如果有合适的药材，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好，我这就带身回去给我母亲入药，先告辞了。走。今日多谢李掌柜了。哎，是你的药材好，我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那我们也就先告辞了，改日有其他药材再来。好。清河哥，这才不到1天就赚了350两。以后呀，咱们还要找更多宝贝呢，赚更多的钱。阿莫，这50两你拿着。清河哥，我不能拿这么多，我也没做啥大事，怎么能拿这么多银子呢？阿莫，你不是说都听我的吗？这50两是你应得的，拿着。清河哥，只有你愿意带着我做事，还给我这么多银子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啊。清河哥，你放心，以后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我阿木呀，没什么大本事，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哎呀，阿木，我带你是赚钱的，我要你命干嘛呀？哎，行了，去买点粮食，明天一早还得上山。好。7叶一枝花，10两一桌。阿木啊，你看那儿。清河哥，那不就是一堆普通的草吗？那也值钱吗？那可不是普通的草，那叫7叶一枝花，是治蛇咬伤、消肿毒的良药，一株能卖10两银子。10两银子，大致一看得有40株吧，这样一算就是400两，比生死隐身还贵。这7叶一枝花的根茎是药效的关键，咱们挖的时候呀，要顺着根部慢慢挖，不能用蛮力。你拿铲子把周围的杂草清了，我来挖根茎，咱俩分工明确。好。这个东西的根须比较细，一旦把它的根须切断，药效跟价格就会大打折扣。放心吧，清河哥，我保证不碰到它的根茎。清河哥，你怎么什么都懂啊？这7叶一枝花，我以前在山上见过好几次，都以为是普通的草，不值钱。以前跟着村里的老猎户学的，这山里的宝贝多着呢。一会儿呀，咱们就开始挖，一定要保证它们的品相完整，然后就下山卖了。好，没想到今天又能赚到400两。清河哥，你可真是咱村里最会赚钱的人。走吧。好。哎呦，清河小哥，今日怎得空过来啊？上次你拿乌灵参救了我母亲的命，她现在身体日益渐好，我正想找个机会好好感谢你呢。张员外客气了，这药材能发挥作用是好事儿。今日前来呢，是我们俩挖到了一些新的药材，想请您过目。哎，这药材我认识啊，7叶一枝花，叶片完整，根茎饱满，没有虫蛀，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。这7叶一枝花呀，是今天一大早我和阿木刚从山上挖的，总共40株。这7叶一枝花确实是治疗外伤和蛇毒的良药，我府里也正好需要。可这40株有些太多了。不过呀，今天我请了专做药材生意的曹掌柜，他呀专收这些名贵药材。张员外，曹兄来得正好。这2位是清河小哥带了40株7叶一枝花，这株株完好，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。确实是上好的7叶一枝花。现在是梅雨季节，蛇虫多，这个药材在城里可是抢手货。说吧，想多少钱出？曹老板，您是买卖药材的行家，肯定知道这药材的行情。我们一共有40株，一株卖10两银子，那就是400两。小哥可是个实在人呐，10两可是一点都不贵，还省了我派人上山采挖的成本。成交，拿银票。是掌柜的。怎么样？我就说曹兄识货吧，以后要是还有什么好药材啊，记得还找曹兄。只要是上等的、品相好的好药材，你放心，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多谢曹掌柜，日后要是再有上好的药材，我一定给您留着。2位小哥这么年轻就能找到这么好的药材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铁皮石斛呢？铁皮石斛，这铁皮石斛可是好东西啊，能滋阴养胃，还能明目。城里一些达官贵人呐，就喜欢用它煲汤、泡水喝，比那人参都要金贵呢。不过这铁皮石斛一般都长在悬崖峭壁的石缝里，非常的难采摘，但是价格也高，上等的一斤能卖200银子呢。200两，这铁皮石斛这么值钱啊？
我有透视能力，肯定能找到。曹掌柜，我们可以试试。深山里面悬崖峭壁多，我们两个可以试着找一下。您大概需要多少？当然是越多越好了，不管多少我都收，只要品相完好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你们要是能挖到，直接送到城里百草堂，你放心，绝对少不了你们的银子。那就多谢曹掌柜了，我们今日便去找，找到第一时间给您送去。这个是我百草堂的令牌，你就拿着令牌到我的铺子里，我铺子里的伙计会通知我的。多谢曹掌柜。好了，生意也谈成了。清河小哥，曹兄，不如今日留下来吃顿便饭再走啊。哎，今天就不了，我城里还有事儿要去办，我就先告辞了，等你们的好消息哦。曹掌柜慢走。哈哈哈。多谢张员外为我们牵线。这个铁皮石斛不易采挖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啊，千万别逞强。多谢张员外关心，日后您若是有什么吩咐，尽管开口。今日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好，那我就不多留两位了。清河哥，这后山的路这么难走，咱们真的能找到那铁皮石斛吗？曹掌柜说了，铁皮石斛长在悬崖峭壁的石缝里，要不然咱再往前走走看。行。哎，阿木，你看铁皮石斛。铁皮石斛上等品相是5两1株。啊，我没看见啊，我只看到树皮和青苔。那根最粗的树枝靠近岩石的地方有几簇绿中带紫的藤蔓，叶片是长条形的。哦，我看见了，但是这么高的地方，长在树枝和石头中间，又藏在石缝里面，这不仔细看呀，还真看不到。可是咱们怎么摘啊？这个简单，这崖壁上有很多凸起的石块，咱们用松木搭一梯子，再把绳索呀固定在树干上。我下去挖，你力气大，你拉绳子肯定安全。清河哥，还是你有办法。等会儿我就搭梯子，把绳子的一端啊拴在石头上。放心吧，清河哥，我肯定会护你周全。一会儿我挖的时候呀，也得小心一点，必须保证它的品相完整。清河哥，你能不能大致看一下那上面有多少株啊？哎呀，差不多30株吧。30株？清河哥，你太厉害了，你每次都能找到这么多值钱的宝贝。行了，咱们赶紧过去把它们挖下来，然后去找曹掌柜。行。小哥，我们来找曹掌柜，这是他给的令牌。哦，是宋小哥和阿木兄弟啊，两位稍等，我这就去后堂找曹掌柜。清河阿木，哎呀，可把你们盼来了。来，里边请。哎，曹掌柜，我们一共找到了30株铁皮石斛，您看看。哦，好，太好了！这铁皮石斛叶片肥厚，根部还带着石缝里的温润气息，一看就是高海拔悬崖上的上等货。我开药铺这么多年了，都很少见到这么好的铁皮石斛啊！清河哥，曹掌柜说你找到的石斛是上等货，只是运气好，恰巧碰到了适合铁皮石斛生长的环境。您之前说上等石斛每斤200两，这30株您看怎么算？按照常理啊，这铁皮石斛是论斤算的，但你这株株完整，品相顶尖，按斤算太亏了。这样，我给你17两一株，一共是30株，我给你510两。17两一株，可比咱们之前说的高了不少啊！哎，这不算什么，我正要给城里的贵人送一批滋补的药材，你这石斛啊，刚好能用上。他向来只收上等货。另外，我想跟你们长期合作，以后你们挖到好药材，优先卖给我。你放心，我给的价钱一定比其他的药铺都高。多谢曹掌柜，日后啊，我一旦有上好的药材，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哈哈，伙计，去拿银子。是。阿木兄弟啊，你点点数目。哎，不用点了，我们相信曹掌柜。嗨，清河哥，原来500两银子拿手上是这样的呀！曹掌柜，那我们就不叨扰了，您忙。好，那我就不多送了，两位慢走。哎，清河哥，这肉闻着好香啊，我都好久没吃肉了。阿木，快吃，以后呀，天天吃肉。好，好吃，好吃。阿木呀，这两趟呢，咱们一共赚了910两，这是150两给你的。
以前啊，我上山砍柴，一天只能赚20文，一年到头啊，也攒不下1两银子。这才跟着清河哥几天，就已经赚了150两了。阿木，我说过能让你赚大钱，就一定能让你赚到。清河哥，我就拿这些就够了。上次你已经给了我50两，我自己一个人也用不了那么多，剩下的你自己留着吧。阿木，你跟我上山帮了我的大忙，这是你应得的，不是我多给你的。以后我给你，你就拿着，别推辞啊。钱，我都听哥的。行，快吃吧，明天一早还上山呢。好。清河哥，这地方这么冷，能找到什么宝贝吗？天山雪莲500两一株。这宝贝可大了，就在这冰缝下面有2株冰山雪莲。清河哥，我咋看不见呀？这冰缝黑乎乎的，能长东西吗？就在这冰缝下面2尺处有2株冰山雪莲，花瓣白中带粉，根部还沾着冰晶，这可是极品冰山雪莲，一株能卖500两银子。500两一株，2株岂不就是1000两？清河哥，你这眼睛找宝贝太神了耶！张员外说，他母亲身子弱，需要大量的滋补药材。这冰山雪莲可以祛湿驱寒，还可以滋阴壮阳。我们摘下来给张员外送去。这冰缝这么深，又这么滑，咋把这冰山雪莲给弄出来？你看啊，这冰缝边缘有几处凸起的石块，刚好可以借力。一会儿你用绳子拉着我，我下去挖雪莲。行，清河哥，我指定把这绳给你弄得稳稳的，绝对不会让它晃一下。好。清河哥，天山雪莲，我看见天山雪莲了。我必须得小心点了，这根茎必须得完整。想要赚这500两，必须把这东西完整的带回去。清河哥，这冰缝太冷了，你别待太久。好，我现在就上去。好，清河哥，我接你上来。这天山雪莲真招人稀罕，长这么偏僻，怪不得这么值钱。这雪莲的品相都是顶尖的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清河哥，按照你这个赚钱速度，迟早会超越那些富商的。阿木，你放心吧，咱们以后肯定会比那些富商更有钱的。好，走。清河兄弟，你们来了，今日又带来什么稀罕宝贝啊？张员外，曹掌柜，我和阿木在山上发现2株天山雪莲，听闻您的母亲需要用药滋补，所以特意拿过来想问问你，需不需要？天山雪莲，二位请看。天山雪莲，这可是普通人一生中难得见到的好东西啊！要是能用来给我母亲入药，一定大有裨益。这2株我都要了，你开个价。张员外，你别着急呀，你也知道城里的王大人最近身体虚，点名要着雪莲入药，我找了半个月都没找到，你就把它让给我吧。清河，你把这个雪莲卖给我，我给你700两一株，2株一共是1400两，怎么样？拿银子。曹兄，这雪莲是清河小哥专门拿给我母亲入药的，你就别跟我抢了吧。清河哥，这可比你说的多了足足400两呢。二位稍安勿躁，张员外要天山雪莲呢，是为了给母亲滋补；曹掌柜要雪莲呢，是为了给大人入药。2位都是急事儿，只是这雪莲确实稀少，不如您2位一人一株，不必进价，就按市场价500两一株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清河，你按市场价卖是你格局大，但我也不能占你便宜啊，就按曹兄说的700两，管家取银子。是，老爷。张员外，500两就够了。不，清河，我觉得张员外说的对，就700两，拿银子。这一共是1400两，感谢你为我们送来这么好的药材。那就多谢2位。清河，你可知道醉仙楼？醉仙楼，城中最大的酒楼。正是，那是我张家祖上的产业，现在由我打理。您就是醉仙楼的老板？我听说这醉仙楼很多达官贵人不远万里都要过来尝一尝。哎呀，算不得什么，就是店开久了，积累了一些名气，
最近啊，我这醉仙楼要举办一场贵族宴席，来的都是些达官贵人，他们啊就想品尝一些稀有食材。你要能找到，我一定给你开个高价。哎呀，阿木，你看，虎掌菌。虎掌菌是啥菌子啊？看着跟平常的蘑菇不一样，颜色这么深，不会有毒吧？虎掌菌啊，必须要在腐殖性丰富的老林里才长，而且得是没被污染的地方，平常山林里啊根本见不到。很值钱吗？当然了，这1两能卖50两银子呢，达官贵人们都爱吃啊！50两1两啊！花这么多钱吃蘑菇，虽然不懂，不过清河哥，你说它值钱，它就值钱。阿木，这样，你拿竹篮接着，我拿铲子挖。这东西比较娇贵，一定不能破坏了菌饼。放心吧，我一定轻手轻脚的。清河哥，我以前在山上也走了这么多次，怎么就没碰见这个东西呢？不是你碰不到，是这个宝贝长得比较隐秘。平时啊，上面还有2寸厚的腐叶，你得扒开了才能看见。寻常人哪有这耐心啊？而且这虎掌菌啊，它不像蘑菇一样一长一大片，它长得比较分散，得有耐心才能找到。清河哥，这一点就已经沉甸甸的了，一定能卖不少钱。咱先把这些收起来，然后看看附近还有没有。行，我看他们的菌盖像老虎掌，要不我也来找吧。它的菌柄是圆柱形的，颜色比菌盖浅，摸起来是硬的。菌盖像老虎掌，菌柄硬邦邦，长在腐叶堆，就是好宝贝。清河哥，我记住了，我也来找。这一个又一个。清河哥，咱们现在去醉仙楼吗？阿木，你听，这附近有水流声啊，这附近的水质比较干净，咱们去看看能不能抓几条鱼。要是能遇到珍贵品种，又能多笔收入。行啊，正好今天带的有渔网，咱们走吧。走，朝水流的方向去。好。哎呦，这水真凉！清河哥，这里面肯定有不少鱼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大家伙。阿木，这水里头可有好东西。你看，那鳞片金红色的鲤鱼，那可是极品的黄河鲤，一斤能卖20两。金鲤鱼在哪呀？我咋看不到？这金鲤鱼跟普通鲤鱼有什么区别啊？就在那一片水草下面。这金鲤鱼啊，比普通鲤鱼体型要壮实，鳞片更亮，而且只能生活在水质极好的溪流里面。这肉质细嫩，是贡品级的。那肯定很值钱。清河哥，这河流看着也不宽，并且也比较缓，我们要不就在这边捕吧？你就站在这儿下网。不过下网的时候注意啊，要把网脚沉到湖底，防止这些鱼从底下溜走。我就站在这儿，告诉你鱼群的位置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肯定不把他们吓跑。阿木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的话，你就撒，尽量让他们罩住水草范围多一点。行，我准备好了。哎，阿木，拉！清河哥，我捞到了，这肯定有不少鱼，里面沉甸甸的。你使劲拉，这鲤鱼的力气比那些鱼要大，别让他们从渔网里逃走了，咱们可就白费了。清河哥，这鲤鱼确实比普通的鲤鱼体型大，这鳞片亮闪闪的，跟镀了层金似的，怪不得能卖到20两1斤呢。这鱼鱼鳃鲜红，一看就是上好的品质。这样，你赶紧多撒几网啊，咱们争取多捞点。行，清河哥，我现在一想到每多捞一条就能多挣20两，我浑身都是劲。你再看看哪里有鱼群，我去捞。你就在这附近下就行，下网的时候小心点，别滑倒了。行，清河哥，你看准了就开始喊。清河哥，我们今天一共捞了35条黄河鲤鱼，一共能卖700两，再加上我们今天中午挖的虎掌菌，就能卖2200两。清河哥，我们发财了！阿木，这里面可还有好东西呢。河蚌在溪边不是经常见吗？清河哥，这河蚌它也值钱吗？
这里面的东西值钱。这里面的东西值钱？河蚌里面有什么？不就是蚌肉吗？你撬开看看你就知道了。这是珍珠。对，这可是在蚌肉里面天然形成的珍珠，一颗能卖120两。120两？金哥哥，你没骗我吧？这么不起眼的河蚌里面，居然有这么值钱的东西！我之前在西边经常会捡到这东西，也没见到这玩意儿啊。珍珠啊，要在河蚌里面待个3、5年才能形成的。今天咱们运气好，又捞到了黄河里，又捡到了珍珠。这样吧，收拾一下东西，咱们先去醉仙楼找张员外，然后再去宝翠阁把珍珠给卖了。走，行，我听哥的。两位请慢走。您好，两位客官是来吃饭的吗？小哥，我们是来找张员外，给他送虎掌军的，之前有约，麻烦通报一下。哦，原来是宋小哥呀！掌柜的特意吩咐过了，要是您两位来了，直接带到后院见掌柜的。两位请跟我来。哎，出去！弄来的都是什么东西？啊？哎，宋小哥，阿木兄弟，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啊！有没有给我们醉仙楼带来什么好东西啊？今天送来的这些啊，没有一个好的。我们的王大厨啊，正发愁呢。哎呀，张员外，我们呀从深山里面挖了一些虎掌菌，哦，还捞到了一些黄河鲤，您看能不能帮上您忙？好，太好了！找遍了周边几个县，都是些干货，没想到你现在能弄到这么新鲜的，真是帮了我大忙呀！这菌盖厚实，纹路清晰，虎掌菌能炒制，可清炖。哎，掌柜的，这下宴席妥了。张员外，您满意就行。宋小哥，你刚刚说还有黄河鲤，这可不是寻常人能见到的呀。哦，张员外，请来看看就知道了。鱼鳃鲜红，鱼鳞完整，活力十足啊，真是极品。这黄河鲤鱼坐在这宴席上是压轴大菜，贵人们肯定喜欢的。清河小哥，你真是我的福星啊！这样，虎掌菌我给你按每两50两，黄河鲤啊22两一条，怎么样？哎呦，那就谢谢张员外了。管家，把这些拿去称一下，然后把银子取来。是，老爷。老爷，虎掌菌一共30两，黄河鲤一共770两，一共800两。清河小哥，你为我解决这么大难题啊！日后用得着张某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一定尽力啊！哎，您言重了，这些您都是按高价收的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哈哈，清河小哥，你每次都能找到这么多稀罕宝贝，你为人实在，我醉仙楼想和你长期合作，不管是山珍还是海鲜，只要你有好货，随时送来，价格不比其他买家低，你意下如何？能跟张员外长期合作，我求之不得呀！一言为定。今日我便让管家和你立文书，以后咱们长期合作。清河哥，这样以后我们就不用到处去找地方去卖宝贝了。张员外，这个在下还有事儿，就先行告辞了。也好也好，我就不留你们了。管家，替我送送2位小哥。是，老爷。我们宝翠阁卖的可都是上等货，最便宜的也要10几两，闲杂人等不要挡在门口，影响我们做生意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凭啥瞧不起人啊？哎，小兄弟，我们呢是来卖上等珍珠的，麻烦你跟你们掌柜通报一下，就说有上好的珍珠，想请他过目。卖珍珠？就你们2个这模样，能有什么好东西？不会是来骗我的吧？我们掌柜很忙，没时间见你们这种穷酸人。清河哥，这伙计太过分了吧？算了，阿木，看来这次的珍珠跟着宝翠阁是无缘了。走吧，咱们去别的地方去看看。哎，2位稍等，二位稍等，刚刚小的多有得罪，小的这就请掌柜，请坐。清河哥，这伙计这么瞧不起人，咱们为啥还要跟他们做生意啊？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，咱们是来赚钱的，又不是来斗气的。听说宝翠阁掌柜珍爱各种珠宝，只要珍珠能卖个好价钱就行。2位，我是宝翠阁的掌柜刘松。我听伙计说了，你们带来了珍珠，想看看什么样的珍珠？刘掌柜，
我们的珍珠啊，就在这些河蚌里，而且每一颗的品质都和这颗无异。不信的话，可以把这些河蚌打开看看。我就说你是来骗钱的吧？拿一颗小珍珠来骗我，就这几个河蚌，顶多开几个小珠，根本不值钱。这蚌壳坚硬，线条优美，看着有些年头了。我开了这么多年的珠宝铺，见过不少河蚌，应该是开不出来什么好的品相。如果你们两个想卖，咱们先开上一个，如果品相好的话，咱们再谈价格。没问题的，老板。如果是开的品质不好，我分文不取。好，拿刀来。是。这珍珠圆润光泽，色泽通透，没有一点瑕疵，是上等的珍珠。没想到这么普通的河蚌里，竟然藏了这么好的珍珠。清河哥说有珍珠就有珍珠，怎么样，伙计，没骗你吧？是，确实是好珍珠。剩下的，请便。好啊。这7颗珍珠，颗颗都是上等。我开这个宝翠阁好多年，头一回能一次性收这么多的好珍珠，简直是奇宝呀！二位兄弟，你们看这个珍珠怎么卖？行，刘掌柜，你是这方面的行家，珍珠这方面你应该比我懂。您说该卖什么价格合适呢？好，这上等的珍珠在京城一般是150两一颗，我这个宝翠阁比不上京城的大铺子，也不能让你们吃亏，我给你们120两一颗，咱们凑个整数，850两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多谢刘掌柜。好，小兄弟爽快。来，拿钱来。是。清河哥，一共是4520两，我们一天就赚了这么多银子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能天天吃肉，再也不用饿肚子了？当然了，阿莫，以后这山珍海味任你吃，这里面有500两银子，你拿着。清河哥，你说咱们村子谁能像你拿出这么多银子？以后我算不算也是个富人了？当然了，阿莫，以后咱们会赚越来越多的钱。好，清河哥，以后我就跟着你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我们一起赚更多的银子。大叔，这大家都怎么了？最近天气冷了，很多人都感染了风寒。现在把药材都用完了。村子里咳嗽的人确实不少。秋冬交替最容易染风寒，要是药铺一直缺药材的话，后面生病的人越来越多，可就麻烦了。清河哥，你看咱还上吗？岩灵草能缓解咳嗽，补气血，对老人小孩的风寒最管用。只因长在阴湿的崖壁下，难采得很。若是能多采一些，让曹掌柜配药，既能缓解风寒之症，又是一笔好生意啊！走，上山采药草。找到了！哎，看那儿！清河哥，这么隐蔽，除了你，我看没有人能找到他藏在这儿。阿木，这草根须比较脆，你轻点别挖断了。放心吧，清河哥，我已经有经验了。走，出发。阿木，这岩灵草咱们都挖完了，咱们直接去百草堂找曹掌柜。不要急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哎，宋小哥，我这会儿实在是忙得抽不开身，掌柜的在后堂，你们2位直接去便是。不用劳烦你，我自己去。清河，我让人找你没找着，你们经常上山，能不能帮我找一些治风寒的药？曹掌柜，我这采了些岩灵草，应该能治风寒，您看下能不能用？能用，太能用了。清河呀，你知道岩灵草能救多少人吗？就我这药铺是小事儿，救百姓是大事儿啊！曹掌柜，那您赶快拿着草药去找人配啊！这刚才一颗是5两左右，我给你7两一颗，这里一共大概是50颗，一共350两。小李，去拿银子来，然后把这药材给收了。他们给。曹掌柜，那我们就不耽误您忙了，先行告辞。
好，我改日登门拜访你们。庆贺哥，我们来集市干什么呀？咱们呀得买点新工具，以后上山用得上。哦，庆贺哥，你看这些破石头，看着跟山上灰秃秃的石头一样，他居然敢卖5两1块，谁会买这玩意儿？掌柜的，你这石头怎么卖啊？啊，这石头啊，可是我从深山里捡来的，卖给珠宝商可赚不少钱。这位小哥，一看呢，你就是识货人，你手里这块最值钱，这样10两卖给你了。这个呢？这块不值钱，你要是买刚刚那块，这块送你了。好，我要。哎，小哥慢走，还真有傻子买这破石头。发财喽！庆贺哥，你花10两银子买这破石头干什么？一会儿呀，我带你去宝翠阁找刘掌柜，绝对让你大吃一惊。掌柜的，宋小哥和阿木兄来了。稀客呀，今儿2位怎么有空来我的宝翠阁呀？刘掌柜，我们今天偶然得了一块奇石，您是行家，所以带来给您看看。这个石头皮壳坚硬，表面粗糙，怎么看都像是山里的顽石啊！难道里边有翡翠？来看一下。这石头里面竟然跟宝石一样，庆贺哥你也太神了！冰种翡翠，这里面竟然是冰种翡翠，是好多大商们疯抢的翡翠原石啊！来称一下。哎，掌柜的，足足5斤重。掌柜的，不知道这种原石你们这儿收不收啊？收啊，我肯定收。最近来了一批京城的大珠宝商，他们专收这种翡翠原石，说是给宫里娘娘做首饰。这块1000两，小兄弟你看如何呀？花了5两，转手赚了1000两，透视能力太好用了。可以，就1000两。好，拿钱来。是，掌柜的。我记得深山里见过不少类似的石头，说不定有翡翠原石。我要是再有这种石头，你收不收？这种原石你还能弄来？收，我肯定收呀。不过你得稍微快一点，因为京城的珠宝商只开半个月。如果咱们把这些大人伺候好了的话，咱们以后不愁没有生意啊。现在天色尚早，我出去买些工具，再上山一趟。庆贺哥，这里面石头这么多，怎么分辨哪个里面有翡翠啊？这个一个一个劈开，那得多费事儿啊！这石壁后面就有大的糯种翡翠原石，还伴有生的玉髓。你啊，拿开山斧把这石头劈开，我用锄头把里面的玉髓和翡翠挖出来。好嘞，以前啊都是劈柴，这劈石头还是第一次。嘿，庆贺哥，你看这里面的颜色比市集上那块还要更深一些，它这值钱吗？阿木啊，玉髓虽然不如翡翠值钱，但它也是做首饰的原材料，可以做手镯呀、耳坠之类的。这样，咱们多挖一些。行，庆贺哥，你说挖哪儿我就挖哪儿。阿木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也挖的差不多了，赶紧回去吧。行，庆贺哥，这山里的宝贝啊，多到我都想住山里了。不过没有庆贺哥你，我也找不到这么多宝贝。咱们呀，明天再来。这一块应该是一个矿脉，应该还有更多宝贝。2位这么快就来了，可有什么收获？今天呢，我们先挖了这么多，你可以先看看。线条均匀优美，纹理均匀细腻，手感纯正，坚实油润，声音脆亮，是上等的好货啊！老板不行的话，可以切开看看。不必，宋小哥的能力我还是相信的。这玉髓皮壳饱满，晶莹透亮，可以做不少首饰。那多谢刘掌柜信任。称一下。好。掌柜的，玉石40斤，玉髓30斤。宋小哥，那个玉石还是按照原来的200两1斤，玉髓的话30两，加起来一共8900两拿银票。哎，
8900两，加上今天上午挣的1000两，将近1万两。天啊，清河哥，我们今天挣了快1万两！多谢刘掌柜。我得谢谢你啊！京城的那些大商人搭上线了，瞧我这宝翠阁可今非昔比了。以后要是有这样的好物件，记得要多照顾我呀！一定一定。清河哥，咱们今天还去挖翡翠吗？咱们跟醉仙楼达成了长期的合作，今天呀，咱们是给张员外送这个山珍的。行，我就跟着清河哥你。哎哥，我们刚刚在竹林里面挖了半天，这个究竟是啥东西啊？你也不告诉我，别卖关子了。这个叫竹荪，你看它这个菌群就是它最珍贵的地方。这菌群看着跟纸一样，感觉一碰就破了。竹荪啊，娇贵，这个菌群一旦破了，它就卖不上价。哎哥，咱今天挖了这2大筐，能卖几百两银子了吧？当然了。哎哥，那底下那个菌是啥呀？你说那个金黄色的呀，那个是鸡油菌，竟然有菌子，金灿灿的。你看啊，它的菌盖呈波浪形，菌柄非常的粗壮，这个就是上好品质的鸡油菌。就这样闻着都香，赵员外肯定喜欢。行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咱们赶紧给这些都送过去吧。行。这，二位今日来我醉仙楼，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哎呦，张员外，我们呀从深山挖了一些鸡油菌，我感觉这醉仙楼的顾客应该挺喜欢吃的。这鸡油菌可不是一般的菌子，跟腊肉炒在一起，绝对色香味俱佳。这不竹荪吗？我在京城酒楼吃过一次，这炖鸡汤那叫一个鲜。掌柜的，今天有这2个菜吗？我一样1份。哎，我也要，再来一壶好酒。还有我也要尝尝。有，这就拿到后厨给各位做菜。哎呀，宋小哥，你带来的食材实在是太抢手了，看来得给你加钱才行啊！这样，竹荪25两1斤，鸡油菌18两1斤，怎么样？哎呦，谢谢张员外，您太客气了。来，把这些拿到后厨，称完了把银子取来。是，掌柜的。掌柜的，竹荪一共是20斤，鸡油菌是30斤，这一共是1040两，比之前预计的多赚了将近200两。今日午市有了这2道菜，我醉仙楼一定会更火爆的。这样，以后你们每月固定来送3次鸡油菌和竹荪，这山珍难得，得限量供应才行。多谢张员外信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按时送达。好，要是有什么其他的新鲜山珍，也一并送来，到时候价钱好说啊。清河、阿木，你们这是赚大钱了呀！买了这么多东西。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是些粮食而已。这么多肉，可值不少钱呐！谁能想到清河现在这么有本事？以前赵铁柱总欺负你，现在他见了你啊，得躲着走。阿木，你跟着清河，你过上了好日子呀！清河哥呀，本事大着呢，跟着他呀，每天都有肉吃。阿木，走吧。清河哥，你没骗我，我们真的每天都吃上肉了。阿木，我算了一下，这段时间咱们一共赚了15800两，刨去日常开销跟买工具的钱，还剩下15000两，这里面有2000两是给你的。清河哥，我没听错吧？2000两，这么多银子，能买多少粮食啊？阿木啊，没骗你，都是你的。一开始啊，我也只是想混口饭吃。就出了点力气，没想到还分这么多银子。清河哥，这些钱都够我花一辈子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了？这山上还有很多宝贝在这咱们找呢。行，清河哥，我都听你的，以后我会更加卖力的帮你找宝贝。一定要靠这个透视能力赚更多的钱，只有赚到足够多的钱，才能真正的安身立命。哎呀，曹掌柜，我听说你有急事找我们。清河兄，真是有个急事，只有你能帮到我。
曹掌柜，您直接说，只要是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尽力帮。我这京城的大主顾需要120年的何首乌，我派人找了好几个县的药铺上都没找到品相好的。你们经常在深山里跑，你看能不能帮我找找？如果能找到的话，我给你30两1颗。这山里连天山雪莲都有，一定也有何首乌。曹掌柜，那我们尽快上山。好，我在这儿等你们。清河哥，你说何首乌一般长在什么地方呀？何首乌啊，一般长在阴坡处的树根下，这个叶片呀呈心形，根茎上面带有紫纹。哟，没想到这儿竟然有这么多！哎，阿木，找着了何首乌。这何首乌长得这么普通，怪不得我以前上山的时候都找不到值钱的东西。阿木，你看这何首乌根茎的紫纹，至少代表这些何首乌都有120年了。阿木，去把它们挖出来。好，清河哥。阿木，你那挖了多少株？23株。我这有33株，差不多50多株。行，咱们先下山。哎，等等，阿木，这儿有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啊？这底下难道还有翡翠？不是翡翠，这底下长了几株百年赤灵芝，每一株啊至少能卖80两银子。80两1株，那岂不是比何首乌还贵？清河哥，你咋这么厉害？每次上山都能找到这么多值钱的宝贝儿。我力气大，你说吧，怎么挖？你啊，不能用蛮力，你得先用这小铲子把周围的土拨开。等你看到它根茎的时候，再慢慢撬。我知道了，清河哥，肯定没问题的。清河哥，你看，真的是赤灵芝。哎，阿木，你没事吧？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清河哥，我没事，灵芝也没事。80两1株呢，这要摔碎了多可惜啊！阿木，这山路滑，你以后不能这么莽撞了。你别生气，清河哥，我就是想着你好不容易找到的灵芝，这样摔碎了多可惜啊！再说了，我皮糙肉厚的，摔一下也没事嘛。阿木，你要记住，不管再贵的东西，都没有你的命重要。我知道了，清河哥，我这就把剩下的几株给挖出来。曹掌柜，我们给您找了55株何首乌，您看一下。还真是120年的何首乌啊！这一下我总算能交差了。哎，清河呀，我这又欠你一个人情，你说，哎。曹掌柜，我们呢还找到6株百年赤灵芝，一并也给您带来了。银色赤红，长盖圆润，而且还没有虫蛀，这品相放在京城都很难找到啊！哎呀，小李，去拿银子去。曹兄，你这是糊涂啊！这何首乌根系倒是粗，可紫纹太浅了，最多几十年，哪是什么120年的？还有这灵芝，颜色这么艳，说不定啊是染料染的。你别被这2个农夫给骗了。秦掌柜也是开药铺的吧？哎，我听闻秦掌柜的为商之道，那就是把廉价的药材高价卖给百姓。县令应该不知道这事儿吧？你血口喷人！哎，秦掌柜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要乱讲呢。我开药铺也开了30多年，这是不是120年的何首乌，是不是自然长成的灵芝，我能看不出来吗？同为药铺掌柜，我也是好心劝你，不想你被骗了钱财。秦掌柜，你也是开药铺的，这何首乌如果上了120年，它的根部和纹理是呈金丝状，你自己看看，它是不是金丝状的？还有这灵芝，自然长成的灵芝，它的茎盖是粗糙的，染的灵芝茎盖是宽滑，这些咱们用肉眼就能看得出来吧？你却在这胡搅蛮缠，这也不能说明就是120年呢。
秦兄，你要不是来买药的，就请回吧。哼，这位秦老板呢？他的店铺一直在亏钱，他这是想办法过来给我捣乱了。两位别介意啊。像他这种丧良心的生意，倒闭了最好。这个何首乌，咱们之前说过是1株30两，这里是55株，还有那个百年赤灵芝80两1株，一共加起来是2130两。我这就给你拿钱，小李去拿银子。是，掌柜的。哎，你搁哪儿捡了一块这么大的红石啊？秦哥哥，那不是赵铁柱吗？他是不是又想找事儿了？阿木，这事儿跟咱没关系啊，咱赶紧回家，明天还要上山呢。秦哥哥说的是。你拿个这破石头干什么？上次我家娃捡了一块，回家就发烧了，这明摆着是不祥之物，得赶紧扔了。你这红石头红的跟血似的，看着就瘆人。破石头有什么好怕的？你们别吓唬我呀！铁柱，你眼红清河上山赚钱不算什么，可不能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啊！哎，是啊。哎，赵铁柱干什么？宋清河，我最近在山上得了一件宝贝，看你可怜，送给你了。什么宝贝啊？啊？哟，还真是件宝贝啊！你确定要把这宝贝给我？当然是真的。看你们俩每日过于辛苦，就赏给你俩了。不后悔？不后悔，倒是你收下了可别后悔。我就一个问题，你这石头哪来的呀？在村后山东南侧那个乱石堆里，不止这一块。这下真的发财了，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清河，这石头……没错，这石头我已经送给清河了，没你们的份了。走。对，这石头我收下了啊。清河哥，他们刚刚说的话你也都听见了，为什么还要收下这个石头啊？万一真的带来霉运怎么办？阿木，这石头不会给人带来霉运，而且能让咱们大赚一笔。咱们真的要在这乱石堆里面找那什么红石头吗？昨天听他们说的还挺玄乎的，我还有点怕呢。不会真的有什么不吉利的东西吧？那是他们瞎说的，跟这些石头没有关系。你要知道，这石头一斤能卖500两，咱们要找20件，那就是1万两。现在你还怕吗？清河哥，你跟我说在哪儿，我现在就去挖。哼，就在这儿。你看啊，这些石头都是红宝石原石，而且品质都是鸽血红。行，我这就给它劈开。哎，你不能用劈的呀，这原石比较脆，一劈就碎。你要先拿小铲子把周围的碎石给扫干净，然后整块挖起来，包好放在筐里，别磕着碰着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清河哥，你快看，这些还有些细小的那些小红原石，跟我们昨天看到的一模一样。我看到了，这些原石啊，都是扎堆长，你小心点啊，别伤了。好，行。清河哥，我估摸着这一块得有30来斤，按照500两1斤算的话，那就是17500两。清河哥，你也太会赚钱了。行了，这些地方咱们也挖完了，咱们赶紧下山去宝翠阁找掌柜的。好。哎，掌柜的，宋小哥和阿木小兄弟来了。最近好久没来了，这次给我带来了什么？让我瞧瞧。上等的鸽血红，颜色这么纯正，一点杂质都没有。清河呀，你运气太好了，连这么稀有的鸽血红元宝石你都能找到。光运气好可没有用啊，还是我们清河哥有本事啊！是，那这个你得全部给我，我出1斤500两。没问题。称一下。是。这块石头是35斤，一共17500两。去准备银子。哎，清河，你这一次赚了这么多银子，比得上京城的那些大商人了。哎呦，这还得多亏刘掌柜。刘兄啊，上次和你说的和田玉籽料找的怎么样了？我这次生意能不能在京城站住脚，就全看这一次了呀！啊，贾掌柜，
这位是宋清河，他是一个能人，之前的那些红宝石、珍珠都是他找的。这不，刚给我带来了红宝石原石，足足35斤。你那些让我找的和田玉籽料，哎呀，确实没有找到，不妨让宋兄弟试试。这小哥有这么厉害？刘兄你都找不到，他能有这个把握？宋小哥，这是贾掌柜，是京城的富商，也是我们宝翠阁的贵人。你之前带的宝贝全都被贾掌柜给收走了，这找和田玉籽料应该没问题。和田玉籽料多藏于干涸的荷塘之内，倒是在山里见过，肯定能找到。贾掌柜放心，和田玉籽料我能找。如果你能在10天内找到和田玉籽料，我现在就给你1000两定金。不用10日，3日内我一定可以找到。不愧是刘兄弟推荐的，有魄力。拿银票，1000两定金，我就在这宝翠阁等你3日。多谢贾掌柜了。贾掌柜放心，3日内我一定把籽料给您带来。叔叔，贾掌柜，你等着吧。宋小哥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，这次肯定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你就拿着银票等着收和田玉籽料吧。那我就静候佳音了。清河哥，咱都找了那么多地方了，这个地方会不会没有那个贾掌柜要找的籽料啊？我知道那边有座山，山里啊有干枯石床，那里面一定有玉。清河哥，咱要实在不行，咱把那1000两退给贾掌柜吧，反正咱已经挣了那么多钱了。这到手的钱为什么要退啊？清河哥说的是，大不了咱去别的地方找，一定能找到的。不用去别的地方，我说的那个山里就有。那不全是沙子吗？那籽料藏在底下也不好找呀。这玉石籽料啊，是从山上被流水冲到河床里，被水流打磨形成的啊，所以一般都在沙子下面。清河哥，你跟我说具体的位置在哪里，我去扒沙。哎，不用你找，我到时候告诉你具体位置。你呢，就拿这个小锄头把表面的沙子刮干净，我呢拿小铲子在旁边挖，这样快。行，清河哥，你一直都是一找一个准，你跟我说具体位置在哪儿，我直接扒就行。啊，这个玉石籽料啊，一般都藏在沙子比较厚的地方。清河哥，这白花花的是贾掌柜要找的籽料吗？这个呀是白玉籽料，我说的那个河床里啊，那一块的石头比这个品质要好，皮色更完整，一定能卖出一个好价钱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也是贾掌柜要找的籽料吗？怎么跟这个不一样啊？这个是羊脂玉籽料，它比白玉的更值钱。哎，行了，待这么半天了，咱们赶快去那个山里把石头挖了，明天咱们去宝翠阁。行，哥，走。刘掌柜，我们来给你们送籽料来了。这才1日之内，宋兄弟就找到籽料了。昨天太晚了，就没过来打扰。我们拿过来的是样品，外面有50斤汉白玉籽料，还有20斤羊脂玉籽料。你们不仅在1日之内找到了和田玉籽料，还找到了这么多。贾掌柜尽管查验。贾兄啊，我这兄弟带过来的东西品相都是1等的，你只管看，包你满意。好，太好了，都是上等货。这羊脂玉更是少见，温润无裂，整个京城都找不到这么好的。宋兄弟真是个能人呐！你这可是捡到宝贝了，有了这和田玉籽料，你在这京城圈就站稳脚跟了呀！宋兄弟，你的籽料我全都要了，这白玉150两，羊脂玉呢200两银子，扣除那1000两定金，10500两。我本来以为这银票都快用不上了，没想到宋兄弟这么神。那就多谢贾掌柜了。清河哥，这才几天啊，就已经赚了超过3万两，太厉害了。刘兄，我还得感谢你啊，多亏你给我推荐了宋兄弟，以后有了宋兄弟，我就不愁找不到好东西了。哈哈哈哈。二位，我和阿木今日还得上山，就先告辞了。宋兄弟啊，真是1日都不肯歇呀。又到了给醉仙楼送山珍的日子，得去摘些山珍。哦，
那你们就先走吧。宋兄弟，以后再找到此类宝贝，记得想着我啊！一定，一定。星河哥，没想到这山里面还有这地方，看这潭底这么浅，能直接看到底了。阿木，这潭底啊，那是青贝河虾，就藏在潭底的岩缝里，这可是难得的好东西。我看见了，这虾的颜色怎么跟岩石一模一样啊？很值钱吗？当然了，这一只啊能卖8两银子。而且这青贝河虾比普通河虾肉质要鲜嫩，最见到的食客肯定能喜欢。阿木，拿绳子。拿绳子干啥？我直接撒网不就行了？好。这好多虾，这一桶得有10几斤吧？阿木，你把这网里的虾呀放到桶里，咱们争取再多捞几个。这青贝虾呀，看着比普通虾大多了，怪不得它值钱呢。这里竟然还有鲈鱼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正好把这些鲈鱼跟青贝虾一起捞上来。阿木，撒网！哎呀，鱼进网了，快捞！鱼？青哥哥，咱不是在捞虾吗？这也太沉了。青哥哥，桶里面居然有5条大鲈鱼，青哥哥你也太厉害了。阿木，你把这些虾和鱼都放到那个桶里，我呢再沿这个潭水转一转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宝贝。行。这洞口被树枝遮挡，还真不好找。幸好我有透视，不然这么好的宝贝就错过了。青哥哥，你看什么呢？洞里面有宝贝吗？阿木，这洞里有值钱的宝贝。值钱的宝贝？那还等什么？我们赶紧去挖呀，可不能让别人抢走了。宝贝在哪儿呢？哎，阿木，这就是水晶簇，这是世博贸易的主要商品。今天咱们能在这洞里赚1万两。我直接去拿工具。哎呀，我要靠着透视挖遍山里所有宝贝。青哥哥，咱们今天一共挣了19000两。我刚刚在数银票的时候，手都在抖，生怕数错了。是因为咱们这次找到的鱼货跟水晶都比较值钱，所以赚的就多了。阿木，你挣了钱之后有什么愿望？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啊想买个小院子，不用太大，能遮风避雨就行。还有就是顿顿都能有饭吃，最好都有肉。按你说这些现在都可以实现了。还有就是我想以后跟着清河哥，然后帮你扛工具，帮你捞鱼，帮你找宝贝，只要能帮上你我都高兴。阿木，放心吧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快吃饭吧，明天一早还得上山呢。行。哎呀，清河，张员外，你怎么来了？楼里啊来了贵客，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这桂鱼好吃，非要用这桂鱼宴请四方，请柬都发出去了。可我上哪儿去给他找上百斤桂鱼啊？这贵客说了，若是啊不能令他满意，他便砸了我这醉仙楼上百年的招牌。桂鱼很难找吗？桂鱼存活啊是挑水质的，必须要在非常干净的水质里才能生存。啊，清河，你能找到那么多宝贝，这桂鱼你也一定能找到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呀！清澈的水域山里一定有，找到桂鱼不是问题。张员外，你放心，桂鱼啊，我一定帮你找到。啊，清河，有你这句话呀，我就踏实多了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能找到这桂鱼啊，多少钱我都给你。张员外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去。清河哥，咱在这山里面都已经走了2个多时辰的路程了，这里到底有没有那贾掌柜要找的桂鱼啊？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啊？着急有什么用啊？这桂鱼啊，挑水质，普通的小溪可留不住。你听，那边有水流声，而且声音比较沉，应该是个大水域，我们去看看。好。清河哥，你也太神了，这么大的湖，以前从来没见过哎。阿木，找到桂鱼了，这里面啊，至少有几百斤呢。好，那我去下网。阿木，就在这边的水草下面啊。这桂鱼啊，比普通的鱼背要宽，
背上呢有斑点，你仔细看就能看见。好嘞，清河哥。阿木，你收网的时候要快要稳啊，千万不要让鱼破网。清河哥，这得有几百斤重吧？怎么那么多？这桂鱼有那么好吃吗？你捞上来之后呀，把鱼放桶里啊，咱们争取给醉仙楼送活的。好的，清河哥。这桂鱼多，一会儿呢，你再撒一网，咱们差不多就够了。行。阿木，收网。清河哥，你要去哪儿？清河哥，你去哪儿？夜明珠，这下真的发财了。清河哥，你没事吧？阿木，我找到一颗夜明珠。夜明珠是那个会发光的东西吗？我好像只在戏文里面听过。对，这个东西啊，比咱们之前找到的宝贝都要值钱。咱们呀，先把它用油纸包好，放进筐里，把桂鱼啊给张员外送过去，再想办法处理它。行，好的。哎呀，是桂鱼，真的是桂鱼啊！清河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张员外言重了，这桂鱼应该足够验酒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足够了。来，把这些桂鱼拿去称一下，1斤30两，称完了把银子拿来。是，掌柜的。哎呀，张员外，这桂鱼虽然难寻，但1斤25两已经足够了，这1斤30……哎呀，不多。如果没这些桂鱼啊，我这醉仙楼还不知道能开到什么时候呢。不多。掌柜的，一共120斤，这是3600两。那就多谢张员外了。是我该好好谢谢你呀，清河。我回来以后仔细想过了，我这醉仙楼的生意能这么好，你呀功不可没，所以我决定每个月分你2成醉仙楼的花红，也就是分润。使不得，张员外，你这醉仙楼我1分钱都没出，我怎么能拿这花红呢？这次若是没有你啊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就不要再推脱了。来，这文书啊，我都拟好了，只要你签了字啊，醉仙楼的账房每个月呀会把花红送到你家里。那就多谢张员外了。日后您要有什么需求，尽管说，我一定努力做到。哎呦，以后就是一家的人了，不用这么客气。醉仙楼啊，能有你提供食材，生意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张员外您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尽力让醉仙楼生意更上一层楼。醉仙楼每个月的分润确实是一笔很稳定的收入。哎，眼下还是先去处理一下夜明珠的事吧。哎呀，清河，我都有点盼着你们来了。不瞒您说，上次水晶卖了个好价钱，这次你们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好物件？哎呀，刘掌柜，这次还真是个珍稀物件。嗯，是什么东西？搞得这么神秘？这是夜明珠，就是夜明珠。不知道刘掌柜认不认识这收夜明珠的人呢？我这边是收不下了，但是我可以过去找徐掌柜。他是咱们这儿的专门收古物的古董商，他应该喜欢这个物件。那就有劳刘掌柜了。清河哥，这刘掌柜这么大的店，他都收不了，这徐掌柜他能吃得了这东西吗？看看再说。夜明珠，夜明珠在哪里？快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哎呀，包浆自然，光泽温润，是天然形成的夜明珠。只看里面的纹路，也知道年份久远。徐某人已经多年没有见过这么上乘的宝贝了。小兄弟，这夜明珠卖给徐某如何？当然可以。徐掌柜既是刘掌柜的朋友，就是不知道徐掌柜你打算出多少钱？我出3万两，怎么样？3万两？徐掌柜一看就是这行的行家，就按您说的这个价。哎，小兄弟请收好。二位，今日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就先行告辞了。好。
阿莫，你这么高兴干什么呀？跟着清河哥你啊，每次都能找到值钱的宝贝。这次跟着你上山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其他值钱的东西。哎呀，这醉仙楼的贵客看来喜欢海味儿，咱们一会儿在这前面的小溪啊，抓点鱼给他们送过去。行，哥，我现在捞鱼啊，已经越来越娴熟了。今天啊，我们捞七星鱼。行，清河哥，你给我说具体位置，我去捞。就在那儿，那儿有一大群呢，看见了吗？清河哥，我们今天捞到了这么多鱼，我们配合越来越默契了。我们还要不要去其他地方找一些宝贝啊？这河里面有沙金。沙金是金子吗？对，用火熔炼之后就成纯金了。跟着清河哥你，银子我倒是见了不少，金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哎。清河哥，这沙金都在水里面，我们怎么给它捞上来啊？咱把沙金捞上来之后呀，要把沙金放在筛子里，再把筛子放到溪水里，用水冲刷，这样沙金就会沉淀在筛子里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然后咱们把这些金子融化之后，就可以拿到金铺去卖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明天咱们能不能早点来啊？我怕夜长梦多，这金子我怕被他们提前捞走啊。且不说这深山很少有人来，就是真的有人来了，没有这透视能力，他也看不到这沙金啊。行，咱明天一早就上山。哎呦，二位，我们要打烊了，明天再来吧。啊？哦，老板，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，我们提炼了一些沙金拿过来卖。小兄弟，你不要看老夫年龄大跟我开玩笑啊！哎呀，掌柜的，你看，哦，呀，二位，刚才是我莽撞了，二位莫怪。这纯金纯度这么高，达到了90%以上，就按1斤500两。这些啊，10斤总共5000两。二位要是没问题的话，我去拿银票。这些啊，10斤总共5000两。二位要是没问题的话，我去拿银票。没问题。要是日后有更多的话，掌柜的能收吗？当然了，我们就是做金银生意的，有多少收多少。听小哥的意思，这次来只卖了一部分，剩下的需要些时日，到时候我们再来。行，小哥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本事，老夫一直都在这铺子里，随时恭候二位大驾。小哥，你们来了，这几天你们没来，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，还有些失望。快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掌柜的，我们这次啊炼金耽误了一些时间，这次带来的比上次多了一些，但是质量跟上次一样，您随便尝。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还是满满的。我让伙计去称重，二位稍等。啊，清河哥说这是50斤，那就是25000两，加上上次的5000两，那就是3万两。清河哥，我们这几天又挣了3万两。哎呀，加上醉仙楼的固定收入，我们这次真的是从一贫如洗到了家财万贯。那我以后走路都能仰起头了，再也没人能欺负我了。总共是50斤，这是25000两银票啊。多谢掌柜的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慢走。阿莫，过来坐。这个给你的。这么多银子啊？不多，7000两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地契。你上次不是说你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院子？我自作主张给你买了一个，就在县城里，那边生活很方便。啊，清河哥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呀？你要跟我划清界限吗？这银子和地契我都不要，我只要跟着你，以后有口饭吃就行。阿莫，你再看看这个，我买了2套宅子，我这住在你隔壁，这样以后咱们上下也方便。啊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……放心吧，清河哥，以后你跟我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一言为定。目前已经赚了将近10万两银子了，加上醉仙楼每月20%的分润，以后要是去县城里生活，需要用钱的地方只会越来越多，还不够，必须要赚更多的钱才行啊！阿莫，你早点休息，明天一早咱还得上山呢。好，没问题。啊！金矿！
你看，这就是金矿。行，我这就拿斧头给它劈开。哎，这金矿矿石很脆，你拿斧子一劈就碎了。这样，你先拿那个小铲子把周围的泥土扒开。行。阿莫，这样就是金矿矿石，不过这只是最浅层的矿石。咱们做好记号，再往上走走，顺着这条岩石带找，说不定能找到更大的矿脉。我一会儿就回来把这些金矿全挖出来。哎，阿莫，等等，这岩壁后面是2条金矿脉。金矿脉，这沙金都已经这么值钱了，这金矿脉还了得啊！咱们以后是不是就不用找其他的宝贝了？这金矿脉有几千斤呢，而且纯度都在90%以上，这1斤金矿就能卖500两银子。咱们以后真的是财富自由了。几千斤，1斤卖500两，那不就是50万两？家财万贯算什么？以后我要富可敌国。